动物这个中间，因为外面很冷。那现在这里是一个展示厅，地下层。这里就看到2个摄影一直摄，这是他们的那个吃饭的地方。世界最小的警察局，像一只骆驼哈，骆驼眼。这个土耳其的披萨哦。现在换岗的时候。我不走。土耳其有很多迷人的地方，其中一个最迷人、最吸引我的地方，它就是古驿站。古驿站，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它就是马的客栈啊。动物是放在那个睡在中间，动物 Because 睡在 very 中 cold 间 there. 因为外面很冷。So they have fireplace. 古驿站。耶！听到了这个马的客栈，这个不是谐音哦，它是马匹的客栈，加一个马匹好像好一点了。古驿站，你知道在以前交通哪有那么方便？在交通不方便的时候，所有的商人、旅人们，他们都是骑马啊，骑马除了打仗之外，还有做生意啊。所以当他们这样子的奔波劳累之后呢，他们一定要找一个休息的地方。古驿站就这样子应运而生了，而这些古驿站就是让这些旅人、商人们来到这个地方，可以住宿、可以休息，也让马匹有东西吃跟喝水。这些古代公路的休息站，就有如像现在的高速公路休息站一样，相对到驿站休息跟补给。而这些驿站，也就是在13世纪由当时的苏丹他下令建造起来。我们这里有一个来自台湾的士兵，来哟，下面跟你合照哦，来哟，进来哦。可以啊。我们在哪里？古驿站，在古驿站哦。就在塞尔柱土耳其帝国时期所完成的建筑物，不管是军队、丝路、商人休息的地方，都来到这个地方。因为如果你不来到这个地方以前的土匪很多山贼很多，你随便找个地方住，你住哪？根本没地方住。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起来，那是很简单的事情，反正就是找家饭店、旅馆。以前哪有那么简单而且就算他们这种古驿站呢，也要盖得很漂亮，具有当时的文化特色，在那个时期所修建下来的，现在留下来很多都已经做成了这种商业的行为了，留下来的都不多了。这就是当地的这个土耳其的披萨哦。这是牛肉的，然后这个是cheese，还有这里呢，这个汤呢会加一点点柠檬还不错吃哦。当地的特色餐。刚刚是牛肉的，这个是鸡肉，肉加白饭。是特色餐哦。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土耳其横跨欧洲跟亚洲，所以每一次我们到土耳其去旅游，大家都会说去欧洲跟亚洲玩原因是因为它的土地尤其是在它的首都伊斯坦堡。那讲的是它的地理嘛，但是你知道它的面积呢，高达了78.576平方公里这样子的土地面积是非常大的，而且它北边临着黑海，罗马尼亚、乌克兰、俄罗斯相望还濒临着地中海、希腊等等爱琴海所以你看它的这种地理位置，就创造出它非常多元文化的特色，
不同的地方嘛，一方土一方情啊，不一样啊，造就了土耳其它的民族性，它北中南东西，它的文化特色都略有不同，而且它的地形也会在你旅游的过程当中开始出现完全不一样的地形地貌，这也是土耳其最迷人的地方。而我们现在要前往的，也就是土耳其的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卡帕多奇亚。每个地方的冰是不是吃起来都不大一样啊？因为用的原料不同嘛。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时候会出现大家和乐融融的画面，最主要是要传递一个讯息给大家。其实，任何一个人上了一定的年纪，你的社交范围通常会比较小，活动力也会比较慢，这是很正常的，也会老化嘛。所以，当你在你自己的生活跟交际的时候，难免都会变成比较独处，甚至没有办法扩散开来。所以，旅游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借由旅游去认识到各国的文化之外，还可以在这过程当中认识到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有志一同的好朋友。我选的是蓝莓跟那个核桃。旅游除了能够满足身心上的快乐，另外一个就是它可以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啊。而且到了国外还可以看到，你看展现我们的热情嘛哦。有时候我们常讲，老外这么热情，我们也要热情给他看啊。看看这边越靠近内地内陆呢，你就可以看得到越多的伊斯兰的妇女。遇到当地人在这可以喝咖啡哦，喝下午茶，耶！土耳其是一个非常适合一年四季都旅游的国家，由于它的纬度、它的地形关系，所以它一年四季呢都会呈现完全不同的风貌。那来到了比较中部地方的卡帕多奇亚这一个地方，也就是最有名的地形特色了。那这种地形特色，你看看它沿路上的景观呢，你就知道，夏天很热啊，这个夏天有时候温度会来到40多度哦，但是它到了傍晚的时候，它温度会下降很快，因为地形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了卡帕多奇亚这个地方，而我们马上就看到了哇，鹅、鸭，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海鸥，在旅游过程当中看到野生动物都会很兴奋，看到自己没看过的动物也会很兴奋。我说旅游很全方位啊，旅游就像打通任督二脉一样啊，是最好的一帖充电器跟良药，你不觉得吗？出去玩的时候每一个环节都会让自己兴奋莫名啊。对爱旅游的人真的就是这种感觉啊。有时候回来，哎呀，玩得好累哦，你知道，休息2天以后会精神100倍起来。为什么？就会觉得会回想哦。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说旅游很快乐？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回忆的时候，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回忆？你知道吗？你喜欢的是快乐的回忆。你对于初恋、对于美好的事物，你都会把它永远记得。就当你老了，你都会把它拿出来，反复的再思考一遍再想象一遍。小朋友，你自己的儿女小时候很可爱，长大了以后，你还是会想起他小时候的样子。所以快乐是最好的回忆，而旅游就是制造快乐的。我们在猎人谷哦，漂亮哦。你跟大姐也有爱心啊？安尼啊？嘿啊，另外一边哦。爱心。猎人谷哦。这个画面也太勾追了吧！大家是全部都讲好，都穿红色跟单一色系吗？走进单色仔的奇观世界，看到我们非常亮眼的红色、咖啡色，丰富了我们的画面。卡帕多奇亚，土耳其中部的卡帕多奇亚最著名的就是你看到这些。接下来你又会看到上百颗的热气球自由飞翔的画面。
就是要看看卡帕多奇亚它最大的犹如月球表面般的地形。哇，这更不用说了啊！整个飞到天空，看整个卡帕多奇亚的特殊景观造型，绝对是来卡帕多奇亚非常大的一个重点之一。再加上它的热气球，每天早上上百颗的热气球飘翔在整个卡帕多奇亚的适合飞热气球的地方。清晨还有黄昏，因为气流比较稳定，也是热气球飞行的最佳时间点，所以搭热气球也变成了来卡帕多奇亚的重点之一。哇，他们飞上去了哦！哇，今天真幸运，有飞过去。Yes, I'm coming。当然啦，搭热气球为什么卡帕多奇亚这么有名？最主要是第一，它的飞行时间特别长；第二个呢，它所飞行过你看到的那些景观特色，并非是一般国家你看得到的，一般飞热气球地方你看得到的。因为气球颗数多，飞行的经验非常的充足，所以在卡帕多奇亚可以算是全世界热气球运动最风行、最多、最热闹的地方。你要在单一地区、单一国家看到每天清晨都有上百颗的热气球这样飘啊飘，很少见的，这非得来到土耳其一探究竟了。所以这也就是导致成土耳其热气球之旅为什么那么有名。这个价格也不贵啊，虽然每一年呢、逐年的价格一直上升了，我觉得还好啦。为什么？本来就是这样啊，物价就是一直上涨啊，那你控制不了的事情啊，别妄想去控制物价啊。慢慢的，很多的东西、食物很多的来源它都会稀少嘛，人口多，物质越来越稀少，人的工资越来越贵，那当然就会导致成很多的成本就会涨价，这是不可逆的。台湾算还好哦，其实你看到国外的物价远远都已经超过台湾非常多了，而且涨幅之高。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它的人力成本非常非常的高，在这一点，台湾的人力成本目前还算是没有那么高的，所以我们才能得到比较中低价位的物价。我们的客人，我们的大姐大哥们坐的热气球是最左边上面的那一个，写着苏丹这一个，哇，飞得好高哦！感觉飞得最高的是我们那一个热气球。每天早上这么热闹啊，就在卡帕多奇亚，而且非常有系统，也非常专业化。政府在这一块的管理上面也管理得非常好，其他不一定啊，但是他管这个热气球还不错啊。为什么？赚钱的金鸡母嘛。这个地方如果一乱啊，大家抢生意，欧北来呢，这下完了，他们生意会不见了。卡帕多奇亚是什么意思呢？它在波斯语当中就是一个美丽的骏马之乡。这个地方骑马的人很多啊。中亚跟的土耳其有非常深厚的地缘、血缘、文化关系，跟着北疆等等呢，基本上是同一血系的啊。那卡帕多奇亚有很多马呢，其实马的主要的
景点跟品种呢是在阿瓦诺斯地区。那为什么这个词呢源自于波斯语呢？因为当时的历史呢，波斯人跟罗马之间发生了战争，而波斯人呢，他打赢了罗马，所以他就接管了卡帕多奇亚这附近周围的所有的地区，而他们本来就是一个游牧民族会骑马，所以呢，就用了波斯语来命名。我们的热气球慢慢消下来了。哇，热气球慢慢消下来，回来了，耶！回来了，耶！回来了，嘿，耶！看我一下。回来了，看我一下，耶！ Okay, 好， ready? 来看这里，看这里，香槟呢？哇，小心会喷到！哈哈哈哈哈。Are you ready for champagne shower? 小心小心！谁想要给小费？哼， If they were, this is not for pilots. This is for the landing. 赞哦！做完热气球回来了，喝香槟哦！哇，喝香槟哦！热气球了，好，哦，热气球了，热气球，嘿，做热气球了。有没有看到人生多好玩啊？人生呢，到了一个年纪了，庆祝的事情不多，所以呢，抓到机会就要赶快庆祝。但坐热气球飞下来之后，也是可以庆祝 happy 一下。来卡帕多奇亚旅游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呢，就是飞天转地啊，坐热气球飞上去，然后呢，再到凯马克利地下城，来看看当时因为宗教迫害，所以民族性迫使我们强烈求生的欲望，就让我们呢钻到地底下当蚁头要人。弯一下，来，头要弯一下哦。小心哦！哦，这里有。对啊，上面小心哦。在地表以下挖掘超过了85米深，包含了18层的隧道啊，它是世界上目前看到最大的地下城，几千年来啊还在用，这真不得了，工程概念很好，不然早就坍塌了，对吧？那这个地方从弗里吉亚人一直到波斯人，再到拜占庭时代的基督徒来易手。20世纪20年代，卡帕多西亚希腊人在战争中战败，集体逃到希腊，最终才放弃了这个地方。所以它这里的洞穴状的这种地道房间呢，连绵好长好长啊。所以啊，他们有发现啊，在整个卡帕多奇亚这个地方，光是这样子大大小小的这种地下城呢，听说就200多个，真会挖，比蚂蚁还要会挖，比土拨鼠还要会挖，所以它地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地下网络。只是当然不是每一个都可以挖掘出来让观光客看嘛，那观光客看200多个也会累啊，所以大部分呢都来看到这个凯马克里地下城，这是最大的哦。挖掘工作呢开始，我们就可以发现到，进来这里面的地下住宅、储藏室、学校、酿酒厂，应有尽有。简单来讲，就是把地面上的全搬到地面下来。这里也被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从上到下到行走、天空飞、路面上走，钻到地底下，都可以看到卡帕多奇亚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特色，它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整个土耳其讲到了土耳其，除了伊斯坦堡以外，第二个聊到的就是卡帕多奇亚这个地方。原因就是它的特色太强烈了，因为鲜少有一个地方可以从路面上走、天空中飞、钻到地底下，
都能够有景点的，而卡帕多奇亚就是鸽子谷。当然哦，鸽子绝对是在这里少不了的重要景点之一啊。鸽子谷，鸽子谷，3900那个米。嗨，鸽子谷。这个地方因为火山熔岩凝固沉积而成，而火山熔岩凝固沉积而成的地形，其实在全世界很多的地方都有，但是因为这个地方很大，它这样子的奇形怪状的岩石呢，绵延千里了，只有在卡帕多奇亚你才看得到，树木很多，地方很大，寸草不生，看似没有人烟，但我们前面也看到了，我们走到了地下城。其实呢，整个地下网络的发达，好像蚁人啊、蚂蚁人一样，就躲在地底下生活。那当然，这个就讲到了它的历史。没事，地面上好好的活着不干的，你为什么要跑到地底下呢？其实讲起来就是宗教问题。而这个宗教问题呢，其实在西方世界一直以来，它是好像是无解的啊，到现在一直是存在着啊。这奇怪的，人类的矛盾啊，很多事情啊。不管人类怎么进化、怎么进步，科技怎么发达，有些东西它不会变，就不会变。那个叫做什么？人性啊！西元1世纪到4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出现了基督教啊，就是新教啊。那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啊，本来就没哈，所以自然而然呢，就开始对立啊。当时统领世界的整个欧洲世界的天主教当然不乐见于基督教徒啊，所以当时的基督教还不够壮大，被罗马政权迫害啊。那当他在被迫害的时候呢，往往呢就是被扔进去什么喂狗啊、喂野兽啊，扔进去斗兽场啊。那罗马有斗兽场啊，供皇帝取乐啊，看表演啊。以前的表演呢很 live 啊，喂狮子老虎哪是拿饲料喂啊，就把人丢进去啊，你打赢他啊，你就是勇士啊，罗马战士啊。那你斗兽场的竞技场的那种斗士啊，那如果打输了呢，你就变他的食物啊。那后来呢，慢慢的又出现了拜占庭帝国啊，因为罗马分裂了嘛，东西罗马分开来了啊，来到了这个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帝国应运而起。那早期的宗教的迫害呢，再加上呢阿拉伯回教啊，也是一样啊，过来这边呢入侵呢。宗教的本质，你注意看，都是劝人向善的，其实都是好的。真正有问题的都是在执行的人，所以其实是出现在人性上面啊。那这个人性呢，就导致成呢当时天主教跟基督教之间的分裂啊，然后还有阿拉伯人宗教派别的不同对抗啊。从十字军东征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件事了，对吧？所以当时的虔诚的基督教呢，他就被迫害之下，当然就跑到了卡帕多奇亚来，慢慢的就挖这些洞啊，山上的也挖啊，地底也挖啊，到处挖啊，那就变成了像这个样子，数不清的岩窟，数不清的地下城市，数不清的这种洞穴啊，然后把它四通八达的串联在一起啊，在这个荒芜的地表下，我们讲的是这里的地理特色，但是地理特色里面却蕴含着人类像蚂蚁一样挖出了这样子的地下城啊，串联出这样子的文化，而也因为在这种贫瘠的土地上，没有办法有宗教信仰，为什么？因为教堂嘛，所以慢慢的他们就发展出什么洞穴教堂，那洞穴教堂就作画，那千年留下来，当然它就变成了一个什么非常大的特点，就变成了历史遗迹，也就变成了一种艺术文化。接着我们来到了图兹湖。图兹湖呢是土耳其的第2大盐湖，盐湖呢产盐巴的湖啊，土耳其呢40%的盐呢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生产啊，它本身的海盐并没有那么多，而这里最有名的在于这里的水中的藻类会让湖水呈现粉红色，景色呢非常的奇特，但是爱得喜呀，这个时间点呢刚好气候季节要到。冬天就是图兹湖的丰水期，那夏天的阳光比较大，湖水蒸发的水会比较少，所以看你是什么时候来，你看地上都白白的，有没有？在这边呢，夏天来的时候，
天哪，是很热的啊。那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在土耳其的行程推广，如果你喜欢比较凉爽的季节，通常会建议在10月份开始就可以走访了土耳其，一直到隔年的4月份之前呢，其实都是土耳其比较凉爽的季节哦。哦，露天博物馆，天博物馆站，天博物馆，漂亮，耶！这一集因为得金钟奖的。天博物馆。我想宗教永远是一个最难解的题目啊！不管任何一个君主，他去领导他的国家的时候，都会是很难解的一个。我们现在来到的也最有名的格拉梅露天博物馆了。格拉梅的字义呢，在他们的翻译是让你看不见的。为什么？我前面就提到了，因为基督教遭受到天主教的迫害啊，他来到这个地方生活、移居，钻到地下，在这里面凿洞穴啊。当他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意思就是希望什么？让你看不见了，你看不见他，那当然呢就不会有生命危险，他就可以继续他的宗教信仰。那来到这边没有教堂怎么办？我就在洞穴里面打造教堂咯。所以这里虽然树立了奇形怪状的岩丘，千百年来呢就变成了基督徒躲害宗教迫害的避难所。教徒就在地底下呢挖掘这个教堂，所以你看起来全部都是一座一座的山峰地形特色，你看不到里面既然是有住人的，这样了解吗？所以格拉梅意思就是让你看不见，翻译过来的意思啊。所以在西元2世纪末，格拉梅便形成了基督教的聚落。基督门徒圣保罗认为这个地方的环境呢，非常非常的适合训练传教士，还在这边设立过神学院啊。第4到第9世纪呢，这里就变成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小亚细亚的信仰中心。一直到9世纪之后，基督徒呢想说，那北塞赶快的开凿岩壁哈，建造一座座的教堂，越来越有名嘛，修道院就盖在这个山洞里面了。现在进入到这里面呢，你就可以欣赏到这些数世纪来形成的洞穴教堂。而艺术永远是不寂寞的，在这些教堂里面，你对神要信仰嘛，所以你就开始画啊这些壁画。所以在这里呢，你就可以看得到，除了修道院之外呢，还有所谓的湿壁画。所以历史是很趣味的哦。历史除了发生事情的典故之外呢，还带来了，因为人类会对未来害怕，或对他不知道的事情、无知的事情呢感到恐惧，信仰就会产生。这个信仰呢，也就激发了人类的另外一个本事的创作，就是艺术啊。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得到美丽的拜占庭壁画、湿壁画，在这里的每一座教堂、每一座壁画里面呢，都在讲述着虔诚的宗教跟人类的一些故事啊。里面可不可以拍照？说也很奇怪，有的地方是这样，管得很严格，绝对不能让你拍呢；有的地方不是啊，你可以拍啊，说有时候也不能拍啊，有时候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有的地方呢，大家都在拍，虽然他写不能拍，大家都在拍，你拍不拍？所以洞穴教堂有的时候拍得到，有的时候拍不到，就要看你当下下去的时候拍的人多不多。正常来讲，其实不能拍，你就要很严格的管制。那能拍呢？不然就干脆给大家拍就好了，对吧？土耳其国父的陵墓跟博物馆。像在换岗的时候，
等他们2个到中间一点。Sezar Demirci Tekirdağ! Nöbetin mukassası olarak teslim ediyorum komutanım! Tanrı Coşkun Adanım! Nöbetin mukassası olarak teslim ediyorum komutanım! Alper Şahin Gaziantep! Nöbetin mukassası olarak teslim ediyorum komutanım! Ali 602 Nöbetin mukassası olarak teslim ediyorum komutanım! Ben! Omza! Astırış! Koş onu! Marş! Gel! Alın! Sola! Dön! Bir adım ileri! Marş! Sola! Dön! Tüfek! Omza! İstikamet yuva! Uygun adım! Marş! Marş! Tüfek! Omza! Geri! Dön! İleri! Marş! Sağ! Sola! Dön! Tüfek! Omza! Uygun adım! Marş!国父纪念馆陵墓这边呢，附近的人可以进来看一下哦。现在有换岗的那个。土耳其的安卡拉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它是土耳其的首都。来到了安卡拉，也一定会提到了凯末尔，所以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安卡拉凯末尔陵寝纪念馆。说起了安卡拉，土耳其的首都最原先是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那现在它迁移到了土耳其的安卡拉，位于土耳其的中北部，是土耳其的首都和它的第2大城市。第1大当然是伊斯坦堡喽。这个城市呢，海拔1000公尺，在安卡拉的高原上，环境很棒，气候也很好啊。在夏天也不会太热啊，冬季就比较冷了啊。那这个地方为什么它把它移过来呢？很简单呢，因为当时伊斯坦堡它离欧洲近，靠近了黑海啊，它的那个地理位置虽然很棒，但是呢，却变成了呢很容易遭受到打击。也因为这样子，在当时他的国父，也就是凯末尔，就想说呢，与其这样，我还不如把首都呢迁到内地的地方，让他进来到内地，敌人要打他，你必须先经过很大的陆路走进来嘛。那也没有靠海，船只也不愿意不太容易靠近了，所以他觉得这样子的安排方式是非常好的。从此以后，他的首都就在经历了东罗马时期之后，而挪到了安卡拉。它现在是土耳其的首都，也是土耳其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历史啦、文化啦都非常非常的棒，而且这里可以吃得到道道地地的土耳其美食。土耳其的美食是什么？很多的豆子啦、豆类啦、面包啦、羊肉啦，这也是安卡拉很特别的地方。而且它还有很多的节庆庆典呢，可以说历史文化美食都有。今时今日的土耳其，它能够在回教世界当中算是比较先进的、比较进步的，而且也能够站稳在欧亚之间呢，其实跟他的国父凯末尔有很大的关系。对我们来讲呢，也许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因为我们没有从小在那边生活，文化背景也不同，所以我们可能不会感受到那么强烈的感觉。但是对他们来讲，当地的人来说，中亚的世界人来说，他很重要。凯末尔，土耳其的国父，他领导了土耳其走向了现代化。所以几乎你来到土耳其，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一定会一直不断的听到他们在介绍凯末尔，用意就是他必须让你了解他的文化历史背景，所以有时候听听看也不错。You see this stuff here? 你看他这边的东西， We bring the health. He is known to be as medicine god. Health. They make ceremony, religious ceremony, 所以他 and 们 there 都 are 会有 preachers. They are carrying him. are carrying him。 Yeah, deer carriage. 哦， Like 所以麋鹿 You see the princess has this crown. What 代表 time is 性 it? 的 We are going slow everything. OK， Kine. 它的 One. 文字 Shivan. 10万 Pieces of tablet that we read. So until you break it, you cannot see what is written inside. Can you see what is written inside? 所以它外面还有用石头包住，就像那个信包啊，你要把它打碎了之后才看到里面所写的东西。 So when we write each other's secret letter, we make envelope. Your destiny on this road is already finished, complete. It's a golden one. 很多，好哦。 And they can show in here what they do. They first of all prepare some food. 会有音乐开始哈， And they take their all offerings to the gods. 所以呢，他们所祭典所需要的些食物呢，呈现给神。 Right? After they make their offerings to the gods, then they prepare some drinks. They prepare some 准 food. 备一些食物跟喝的东西。 They make it like a big funeral ceremony. Wood. Usually would disappear very easy. But they were inside the grave, no oxygen. 这边可以看到那个小桌子。那这个是类似一个小凳子。 This is the goddess in their kingdom. 这 this is wood as well。 Wood from the grave. 所以呢，这个也是木制作的。大家这都是2000多年的那个土里面挖出来。对啊。这是从他们的那个墓地挖出来的。 Understanding has changed. 所以呢，现在呢，能了解呢，女士们不像之前呢，要在户外打猎。 Will protect this king, protect the entrance of the palace, protect the entrance of the city. 所以呢，有这3个呢存在呢，所以可以保护着城市。狮子。 这个是战士，之后左上方的那个圈圈代表他打仗赢过几次，他的战功。这也代表女神有胸部很壮，也是大地之母。